如果我只有10分钟能帮你矫正身体，而且只能选一个动作的话，我会毫不考虑的带你做呼吸训练。你会不会想说，呼吸为什么还要学？不会呼吸的人早就不在了吧？其实啊，呼吸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。第一个角度啊，就是维持生命的呼吸，这个大家都会，我们就跳过。第二个角度啊，就是能解决3痛问题的呼吸。因为呼吸如果脱离原厂设定，会让身体从肋骨开始紧绷，而这个紧绷啊，会随着时间逐渐影响到躯干，再到全身。那第3个角度啊，就是提高运动表现的呼吸法，像自由潜水的全呼吸，重训常用的 Falsafa Maneuver， 还有跑马拉松和跑短跑冲刺的运动员，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呼吸法。我们每天呢都要完成上万次的呼吸，而这上万次的呼吸靠的是肌肉出力，肺才能放大缩小。而用哪些肌肉来进行呼吸，就是这些不同呼吸法之间最大的差异。这期节目啊，是我在好好上开设的人人必修动力练的预习课程，有买课的同学一定要先看完这部影片，让我们先把呼吸方式恢复到原厂设定，否则我们后面的动力练课程都将无从谈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物理治疗师 Josie。肺在解剖学上就是一个像海绵一样软软烂烂的器官，必须要靠肋骨支撑，而肋骨上又连接了很多肌肉。这些肌肉的收缩就是整个呼吸系统中最基础的动力来源。而所有呼吸方法的训练，其实都是在练习这些肌肉的控制，而不是在练肺脏。那么有哪些肌肉会影响我们的呼吸呢？其中力量贡献最大的当属横膈膜了，但不只是横膈膜，围绕在胸腔还有上面的胸锁乳突肌、前面的胸大肌、胸小肌、后面的下锯肌，以及绕肋骨一圈的肋间肌等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肌肉，把整个肺脏包得水泄不通，都会跟你的呼吸有关系。而一个品质好的呼吸要从横膈膜启动，带动整个肺360度的扩张，这种状态下的肺膨胀系数最大，进气效率最高，所以只需要比较少的呼吸次数就能够有足够的摄氧量，呈现出来的呼吸就是又长又慢的。这时候去运动也会让我们有比较好的运动品质。相反的，如果没有从横膈膜启动的呼吸，会导致肺周围的一些肌肉因为过度使用，慢慢的失去了弹性。失去弹性的肌肉不仅没有办法再参与到呼吸的工作中，还会因为僵硬而限制住了肺泡的扩张，从原本的呼吸小帮手变成了呼吸拖油瓶，呼吸看起来就会变得又短又浅的。这种状态下，肺的呼吸功能就受到了限制。如果想要吸到一样多的空气，受限的肺就得比别人做更多次的呼吸才行。所以呼吸受限的人经常会感觉到疲劳，因为他得花更多的力气才能吸到和别人一样多的气，更别说还要在这样的状态下运动了。呼吸受限导致运动品质不好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。所以啊，我才会在开头说，如果只给我10分钟选一个训练来带的话，我一定会选呼吸训练。另外提一个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，就是到底要腹式呼吸好还是胸式呼吸好呢？我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，只要能让你活下来的呼吸都是好呼吸。但如果你只会用一种呼吸方式，就 NG。我接下来要教你的是基本的呼吸法，解除呼吸受限的状况，让肺和肋骨能够全方位的扩张，我们将来才能往更进阶的运动呼吸法迈进。那在开始训练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从横膈膜启动的呼吸法吧。维持平常的呼吸方式，把双手放在下肋骨的位置，感受一下下肋骨有没有跟着你的呼吸一起起伏。如果没有，或是幅度很小，那很可能就是你的横膈膜失能咯。如果你的呼吸没有从横膈膜启动，那就表示你现在处在呼吸受限的状态，所以下一步就是要找出哪里受限了。将手放在身体前方2边的下肋骨，吸一口气，感觉你的下肋缘是否有往外膨胀，吐气是否有回缩。再来，把手放在侧边的下肋骨的地方，吸一口气，是否有膨胀，吐气是否有回缩。再继续把手放在上肋骨的地方，吸一口气，
是否有膨胀，吐气是否有回缩。接着放在胸部上方，吸一口气，是否有膨胀，吐气是否有回缩。最后，请别人把手放在你的肋骨后方，吸一口气，是否有膨胀，吐气是否有回缩。能动的地方越多，代表进气效率越好，呼吸肌群有好好的分工合作，没有肌肉在扯后腿，关节没有卡住，筋膜充满弹性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有地方没动，就代表刚刚说的那些好康你都没有，而且呼吸效率比较差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做呼吸训练吧。我们要练习让肺部做360度的扩张，透过我们主动出力，强制解除肋骨和周围肌群紧绷造成的呼吸受限问题，恢复你呼吸的原厂设定。横膈膜放松运动，一开始坐着，右手呈现爪字形。等一下我们要把手伸进肋骨内，将手放在肋骨下缘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驼背。手挖进去肋骨内缘，左右轻微移动，配合吸气、吐气，一路从肋骨外放松到肋骨内。放松横膈膜可以让等一下的活动度训练，横膈可以扩张得更完全。如果有特别酸的地方，可以多做几次哦。一个点反复左右3到5次之后，往中间移动。侧面呼吸扩张的训练，一开始坐着，将右手往上放在对侧的肩胛骨上，左手把右手的手肘像拔萝卜一样往上拉开，然后身体往左边侧弯，直到右边侧边的肋骨以及腹部紧紧的，再把左手放在肋骨上，接着鼻子吸一口气，尽量将气吸到右侧的肋骨。用左手感觉一下肋骨的起伏状况，如果肋骨不会动，就多练几下，到能感觉到肋骨扩张为止。吸气到最紧的时候，嘴巴圆唇慢慢吐气，呼吸12次之后换边。换边，将左手往上放在对侧肩胛骨上，右手把左手的手肘像拔萝卜一样往上拉开，然后身体往右边侧弯，直到左边肋骨以及腹部紧紧的，再把右手放在肋骨上，吸气，尽量用吸气的方式将手往外撑开，吐气，手会随着肋骨回缩，吸气再扩张，吐气。这动作可以帮忙把侧边扩张不良的肋骨做松动，顺便练习肺部侧面的扩张，并撑开紧绷的筋膜。12下算1次，一组做3次，一天做3组。接下来我们来训练后侧呼吸的扩张。坐着，将手指头交叠往前延伸，前胸往后压进去，头埋到手里面，直到后侧背部有点紧紧的。接着吸一口气，将后侧肋骨撑开，吐气放松，背部再往后延伸，再一次吸气，把后侧撑开，反复12下。这呼吸运动可以把后侧的胸椎以及肋骨撑开。如果你是肋骨外翻或是胸椎过直的人，就很适合这个呼吸训练哦。当呼吸时，后侧的肋骨无法扩张，就会胸椎紧绷，可以多做几组这个运动，12下算1次，一组做3次，一天做3组。最后，我们来做前侧呼吸的训练。正躺，一手放在右边的前胸，一手放在右边的下腹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。吸气的时候，尽量让胸部和腹部同步往外扩张；吐气的时候，不要太快放掉，练习让胸腔和下腹同步缓慢下降。这些练习动作看似简单，但都需要专心的做才能有效。我的老师也经常告诉我，做1次正确的动作，比做10次错误的动作都还要有价值。如果你是常常用胸式呼吸主导的人，会发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只有胸部起伏，腹部难以扩张。如果你是腹式呼吸主导的人，会发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只有下腹起伏，胸部难以扩张。
那我们要追求的是灵活的呼吸，如果只有习惯单一种呼吸方式，就很容易让呼吸模式受限。假如你在练习的时候发现起伏比例很难控制到胸部之间比是1:1的话，就要多练习几次，直到变成自然反应哦。12下换边，总共做3次，1天做3组。如果你会无法控制的耸肩，或是觉得脖子很出力，就表示你的大脑已经很习惯用肩膀代偿呼吸了，所以你应该也会经常感到肩颈酸痛。可以试试看，先把肩胛骨轻轻的往屁股的方向压，来避免耸肩。今天你学会了高品质的呼吸，就是要让肺能360度的扩张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就得彻底解除呼吸受限的问题，而搞定了呼吸，才能再往后谈核心控制和运动表现等等的训练。呼吸方法的练习过程，其实也是一个与大脑沟通的过程。只有当大脑重新习惯了正确的动作模式，才会产生正确的神经连结。而正确的神经连结才能控制正确的肌肉，我们也就不会有酸痛产生。而我动力练的课就是想要教你如何和大脑沟通，帮你重塑动作模式。如果你已经掌握了我今天讲的呼吸方式，而且可以控制得很好了，那恭喜你完成了课程的第一步。我还有更多的东西想要分享给你，期待你的加入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